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全英雄冷知识系列视频。今天的主角是上古巨神大牛。肯定有观众会认为大圣应该是我视频里面出场率最高的，但其实大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常驻嘉宾。因为每当需要移去目标护甲魔抗测试睡前伤害的时候，大牛的自然秩序都会被派上用场。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研究研究大牛各个技能的详细机制，同时看看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冷知识。大牛的先天技能叫做局势失衡，效果是受到塔防或者肉山战旗效果的小兵和建筑能造成100%的额外伤害。具体的实现效果是增加1倍的攻击力，是总攻击的1倍。狼人的魔晶小狼不会受到局势失衡效果的影响，因为不管是塔防还是战旗都不会对魔晶小狼施加免疫伤害的状态，局势失衡不会被破坏。即使大牛在读秒，这个效果也能发挥作用。大牛的左边命使解构和3技能自然秩序有关，我们一会儿聊到自然秩序的时候再细说。右边命使叫做动量，效果是大牛的移速会同时提供25%的攻速加成，不过大牛的基础攻击速度会降低85点，算完之后总的攻速变化会显示在状态栏的这个 buff 上。然后动量 buff 有一个显示上的问题，大牛没有鞋的时候 buff 会显示获得8攻击速度，但是穿上鞋之后却变成了只加2，反而降低了。这是因为一开始的加8其实是负8，大牛基础移速305，305的25%是 76.25， 减去85点乘发攻速并取整之后正好就是负8。当大牛达到550移速上限的时候，攻速加成会是52点，然后动量不会被破坏。有一些技能的减速效果是隐藏起来的，不会显示在面板移速上，比如塞尔框的边缘减速，动量也会被这类技能所影响。可以看到大牛在框边打人时攻速明显变慢了。此时不仅是面板移速没有变化，大牛的动量 buff 包括面板攻速也显示并没有受到塞尔框的影响。类似的还有小鱼突袭，也是包含了这种隐藏的减速效果，可以影响到大牛的攻速。一技能回音中踏，技能介绍里面说吟唱时间 1.7 秒，这个其实包含了 0.4 秒的施法前摇以及 1.3 秒的持续施法。施法前摇是可以 S 掉的，如果按下技能之后的 0.4 秒之内就 S 的话，技能不会进 CD， 可以调整位置再次施法。但如果超过 0.4 秒，此时技能就进入了持续施法阶段，就是状态栏上面的读条，此时再 S 会导致技能进入 CD。被踩中的目标会进入睡眠状态。睡眠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不会成为自动攻击的目标，包括玩家 AD 版的操作、小兵或者防御塔的攻击等等都属于自动攻击，这些都不会去打被大牛踩住的人。其他正常的眩晕类状态就不会这样，能被自动攻击。回音中踏对目标的控制效果不能无视减免疫，开着 BKB 被踩可以自由行动，但是睡眠效果无视减免疫，所以此时开着 BKB 的拍拍依然不会受到自动攻击。回音中踏睡眠的唤醒伤害是满级250点，点了20级右边天赋之后是600。看的是睡后伤害，甚至美杜莎也是，所以美杜莎被大牛踩会被白打， 4.4 秒的睡眠时间能拉满。这里有一条冷知识，被踩的目标在 0.2 秒之内是不能够被唤醒的。我们这里踩的时候用 Shift 借一个5级大根，可以看到并没有把拍拍打醒，依然是睡眠状态。这种情况下，刚才受到的伤害依然会被累计。当再次受到伤害的时候，即使伤害很低，甚至伤害为0，都会被唤醒。大牛本体使用回音中踏的时候，冥体幽魂也会完成一次回音中踏。如果施法的时候没有魂在外面，依然会有一次额外的踩，因为此时相当于是魂隐藏在本体的位置，所以不管是魂和本体离得比较近，还是压根就没有魂在外面，回音中踏都会造成2段伤害。大牛的魔晶效果是让回音中踏变成多样施法技能，开启多样施法，大牛会在完成回音中踏之后直接传送到魂的位置，同时魂也会自动回归。本体传送之后的朝向跟魂的朝向无关，依然会保持本体在传送前本来的朝向。是否发生传送取决于完成施法的时候多样施法是否开启，比如在吟唱的过程中发现不对劲儿，此时关闭多样施法就不会发生传送。
尽管也是传送类的技能，大牛魔晶传送和其他大多数传送有2点不太一样：一是可以在被缠绕束缚的状态下使用，二是不能躲避弹道。2技能灵体幽魂，如果一直都不进行手动回魂的操作，灵体幽魂会在外面最多持续10秒钟。如果在回归的半路进行回音中踏，魂会停下来先踩，踩完继续回归。回归之后，本体会根据魂蹭到的单位的数量，决定具体加多少的攻击力、移速以及护甲。拿攻击力为例，每蹭到一个小兵加15点攻，每蹭到一个英雄加80点，点的15级左边天赋是105，英雄级单位会被当作小兵处理。蹭到幻象不是当作小兵，是完全不会有加成。当然最爽的还得是大牛打米波。这里有一条冷知识，就是灵体幽魂的 buff 加成有一个上限是 40%， 所以不管魂蹭到了多少个单位，这里大牛的移速都只能加到427。魂虽然不能攻击，不过还是可以右键点到敌人头上，这样魂就会一直跟着这个人。满级灵体幽魂的冷却时间是17秒，并不是说要等到魂回来之后才开始从17秒转，是完成施法就开始了。所以条件允许的话，尽量让魂在外面多蹭人。然后魂是可以做传送门的，这种远距离回归甚至有可能做到魂回归的时候技能 CD 就右转好了。如果在灵体幽魂 buff 结束之前进行了第2次回魂，已有的 buff 数值会被直接更新成第2次的。如果第2次没有蹭到任何单位，当前 buff 的数值和持续时间不会发生变化。魂的移速跟本体施法时的移速挂钩，但并不是完全一样。可以看到，当没有任何移速加成的时候，本体是305的移速，而魂是315。应该是之前大牛和魂的基础移速都是315，经过若干版本调整之后，本体移速被削到了305，然后没有对应的改魂的基础移速。本体有草鞋的话，移速是350，可以看到此时魂是360，依然比本体多10点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放魂的时候会检测本体具体有多少点的移速加成，然后以定值移速加成的形式施加给灵体幽魂，所以就是魂的移速一定比本体多10点。比如大牛带一个加 12% 移速的双刀，移速是341，加了36点移速，那么魂的移速就会是315加上36等于351，是按定值算的，而不是315多 12% 这么算。魂在被招出之后，移速就固定了，不会再受到本体身上任何移速调整的影响。比如大牛在奔腾 buff 快结束的时候招魂，尽管本体的移速加成早已结束，魂的高移速会一直保持。同理，放魂之前开相位也是个好习惯。然后魂不能突破550的移速上限，比如给大牛带个血魔焦渴，可以看到魂最多还是550的移速。大牛的 A 杖效果是让魂回归的时候，除了攻击、移速、护甲的加成，还能提供减1免1效果。只有蹭到的英雄才有效果，每个英雄提供2秒。A 杖减1免1是一个独立的 buff， 所以理论上有可能出现攻击力加成已经结束了，但是减1免1还在。值得提一句的是，魂身上也有灵体幽魂回归技能，所以如果本体被控了，可以通过控制灵魂来回归，获得减1免1。同时可以看到，大牛 A 杖减1免1有驱散的效果，噩梦的 debuff 是直接没有了。其实魂也能用踩，本体会跟着一起踩。如果本体处于眩晕或者沉默之类的状态，此时的魂也用不了踩。但如果本体是处于被嘲讽的状态，如果此时使用魂身上的回音中踏，可以看到本体会顶着嘲讽踩出来。3技能自然秩序有2个debuff，一个移去目标的基础护甲，也就是模型自带的固有护甲以及敏捷提供的护甲；另一个是移去目标的基础魔抗，也就是模型自带的固有魔抗以及智力提供的魔抗。严格来说，是本体的自然秩序能移去护甲，魂的自然秩序能移去魔抗。前面有提到，魂不在外面的时候是跟本体重合的，所以此时的本体就是2个效果都有。有一条冷知识，大牛阵亡读秒的时候，魂不是消失了，而是隐藏在泉水，所以此时如果敌人在泉水里，就会受到自然秩序减魔抗的效果。自然秩序不能作用于远古，
英雄级单位往往都带有远古的属性，所以不会受到自然秩序的影响，包括肉山和魔方也是。然后这里又有一条冷知识，某些英雄的基础护甲是可以被弄成负数的，比如当人马被小鱼透光敏捷之后，他此时身上的护甲会变成-2，因为人马模型的固有护甲就是-2。这种情况如果再受到自然秩序的话，可以看到护甲被提高到了0，所以负数的基础护甲也会被自然秩序给移去。大牛左边命石叫做解构，效果是敌人在自然秩序光环里面越久，被减的护甲和魔抗就会越多，每秒多减 0.8 护甲以及 0.8% 的魔抗，效果最多叠20层，最多就是额外再多减16点护甲以及 16% 的魔抗。自然秩序本身可以对非英雄单位生效，解构命石不行， buff 会始终显示进一步降低0点护甲和魔抗。幻象和英雄级单位会被当作英雄处理。到它 buff 显示，大多数的大牛玩家都会选择左边命石解构，占比将近 70%， 胜率的话是右边移速加攻速的动量命石略高一点。大招裂地沟壑，裂纹塌陷的时候会牵引目标，同时造成减速效果和基于目标最大生命值的伤害。战斗日志会显示2段伤害，一段是物理，一段是魔法，每一段的睡前伤害都是目标最大生命值的 25%。技能无视减一免疫，所以不光是牵引和减速效果，技能的魔法伤害也会无视掉 BKB 的额外魔抗。裂纹行进过程中会提供范围500的高空视野，向前推进持续4秒，然后依次消失。裂纹的长度可以吃施法距离的加成，不过技能提供的视野不会一起变化。和自然秩序类似，裂地沟壑也不能作用于远古。视频最后展示下大牛的英雄克制关系排行榜，因为大牛样本数量有限，相对胜率难免会有虚高虚低的情况，所以数据仅供参考。左边是最被大牛克制的，右边是最克大牛的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